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呀！我是丽姐，超开心大家来听相亲故事。感谢宝子们订阅哈，要是故事超精彩，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杯茶哟。哎呀妈呀，今天要跟大伙分享的这故事可把我气坏了。我干红娘这么多年，还真没碰上过这么离谱的事儿。各位铁子们，你们准备好小板凳听故事啦？事情是这样的哈，上周来了个女生，我一看，哇塞，那确实是个大美女，身高168，体重50公斤，瓜子脸大眼睛，皮肤白得透亮，穿着黑丝小短裙，踩着恨天高，那小腿又细又直，这颜值简直绝了。但是呢，这美女一开口，我这老红娘就感觉不太妙。她叫小雅，28岁，在广州某知名外企当高管助理，月收入2万出头，听起来条件还不错，对吧？可她一进门就开始吐槽前任相亲对象。丽姐，我跟你说哈，现在的男人可太不行了。上个月你介绍的那个说年薪50万，结果开的啥破车？居然是辆二手帕萨特，这也好意思自称精英？我一听就觉得这姑娘有点飘了，但还是耐着性子问她，那你理想中的另一半啥样啊？结果这姑娘双手一摊，理直气壮地说，丽姐，你瞅瞅我这颜值、身材、气质，在广州那也是排得上号的吧？我要求真不高，年薪税后200万起步，身高180以上，年龄35岁以内，长得要帅，最好是海归，得有房有车，家里最好有点背景。我当时就惊得下巴都快掉了。小雅啊，你这要求咋啦？丽姐，现在物价这么高，房价这么贵，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好吧？再说了，就我这条件，不找个门当户对的，都对不起我这张脸。我心想，这姑娘莫不是偶像剧看多了？但咱干这行得有职业道德。还是翻了翻手里的资料，嘿，还真让我找到个勉强符合他要求的。这位男士叫阿杰，32岁，是某知名企业高管，年薪确实超200万，身高185，长得也挺帅，还是英国留学回来的。这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啊！我麻溜地安排他俩见面，我把见面地点定在一家高档茶餐厅。那天，小雅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穿着一条老贵的连衣裙，踩着红底高跟鞋，那气场绝了。阿杰也很守时，穿着一身定制西装，开着保时捷就来了。刚见面时，气氛还挺融洽。小雅看到阿杰的颜值和气质，眼睛都放光了。阿杰呢，也被小雅的美貌惊艳到。两人坐下来聊天，从工作聊到兴趣爱好，看着还真有点郎才女貌的感觉。但是，重点来喽，小雅这女生啊，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她一边喝着几百块一杯的茶，一边开始了她的炫富表演。阿杰哥哥，你觉得我今天这身打扮咋样啊？这条裙子可是某某奢侈品牌的限量款呢。我平时就爱臭美，衣柜里的包包衣服全是大牌，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。阿杰还挺绅士，夸她品味好。谁知道小雅更来劲了。其实我觉得咱俩特配。你看你事业这么成功，我长得这么漂亮，简直天生一对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不过结婚可是大事儿，咱得把话说清楚。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女生，彩礼肯定不能少。你说对吧？阿杰有点懵，彩礼？现在广州很多都是象征性给点。小雅直接打断他，象征性哪行？我要200万彩礼，这在我们老家可太正常了。就我这条件，200万彩礼一点都不过分吧？而且你年薪那么高，这点钱对你来说小意思吧？我在旁边听得直捂脸。这姑娘咋第一次见面就谈彩礼啊？还狮子大开口要200万，这不是妥妥把人吓跑吗？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阿杰居然没当场发火。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小雅说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。小雅以为他同意了，更兴奋了。对啊，而且结婚后我每个月购物费至少得5万，房子要在市中心，最好300平以上的。对了，我还想要，结果他话还没说完，阿杰突然站起来了。阿杰站起来后，脸上的绅士微笑瞬间消失，换上了一副戏谑的表情。他慢悠悠地整了整西装，说了这么一番话，小雅小姐，不好意思哈，我得纠正你几个观点。第一，你确实长得漂亮，
但要200万彩礼，你是不是把自己当商品卖啦？第二，你觉得自己很优秀，可除了这张脸，你还有啥拿得出手的？第三，你说咱俩很配，请问你除了会花钱还会干啥？小雅当场就蒙圈了。她压根没想到温文尔雅的阿杰会突然翻脸，而且说话这么犀利。但小雅也不是好惹的，马上怼了回去：咋，嫌彩礼贵啊？那你找个丑女人结婚去啊？现在这社会找个漂亮老婆不得花点钱吗？你以为我稀罕你？阿杰直接打断他：停停停！小雅小姐，我还真得感谢你今天这么坦诚，让我看清了你的真面目。你知道我为啥没立刻走人吗？因为我就想看看，在这物质至上的时代，人到底能物质到啥程度。这时候我赶紧想打圆场，谁知道阿杰转头对我说：丽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得跟您投诉这位小姐。您介绍的哪是相亲对象啊，简直是来碰瓷的吧？小雅一听这话，那还了得，站起来就开始大闹。你说谁碰瓷呢？你这种人就是典型的重男轻女，彩礼都舍不得给，还说自己是成功人士。我看你就是个阿杰冷笑一声，重男轻女，我就是讨厌拜金女。我妹妹结婚的时候，她老公家1分彩礼都没给，为啥？因为我妹妹是博士，自己有事业，根本不需要靠男人养。你除了这张脸还能拿出啥？这下小雅急眼了，你啥意思？我这条件还不够好吗？我阿杰直接补了一刀，真不够好。你就是个助理，月工资2万，可全身上下都是名牌，请问这些钱哪来的？我严重怀疑你的收入来源。当时茶餐厅里其他客人都被他俩的对话吸引过来了，纷纷围观这场大戏。小雅被阿杰说的脸上挂不住，气得直跺高跟鞋。你凭啥质疑我的收入来源？我告诉你，结果阿杰又补了一刀。我不仅要质疑，还得告诉你个事儿。你以为我真就单纯来相亲的？我是某律所的合伙人，刚好认识你们公司法务。听说前段时间你们公司有个助理涉嫌职务侵占，正在内部调查，该不会就是你吧？啪！小雅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茶杯都跳起来了。你血口喷人，我要告你诽谤。阿杰悠悠地说：请便，我的名片在这儿，你随时能联系我的律师团队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是不是得先解释下你的奢侈品都是咋来的？小雅的脸刷的一下白了，她抓起包包，头也不回的就往外跑。那双恨天高踩的咔咔响，差点把自己崴倒。阿杰看着她的背影，转头对我说：丽姐，抱歉让您看笑话了。我最讨厌这种人，有颜值没内涵，就知道算计别人。我们公司最近刚处理完一个职务侵占的案子，我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，看来是心里有鬼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你是故意的啊。阿杰笑着说：是啊，我从小就被父母教育要找个有见识有涵养的另一半，结婚可不是做交易，得找个能互相扶持共同进步的伴侣。他一开始谈彩礼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后来他提那些物质条件，我就顺着他的话试探一下。我不禁感叹，阿杰啊，你这招太高明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下次我肯定给你介绍个更合适的。阿杰摆摆手，丽姐不用啦。通过这次我算明白了，还是得靠缘分。像这种带着明码标价来相亲的，真是白瞎了那张漂亮脸蛋。各位帖子们，看到这儿你们有啥想法？丽姐想说，现在的年轻人相亲可别太看重外表，更别把婚姻当成交易。感情这东西可珍贵了，不能用金钱衡量。最后再给大家报个小道消息，听说小雅后来真被公司开除了，原因就是职务侵占，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相由心生啊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啦。喜欢丽姐讲故事的宝子们，记得点赞关注哈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们的看法。丽姐下次再给大家带来超精彩的相亲故事。对了，想找对象的小伙伴们可以私信丽姐哈。不过提醒一下，要是像小雅这样的，就别来找丽姐啦，省得丽姐生气。拜拜喽。